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用这个蓝牙耳机，我们也可以给它改成是一个蓝牙音响。我们看一下，我这个蓝牙耳机，这个用了2年了，这个电池非常的不耐用，充满电以后啊，用个半个小时就没有电了，我也不想给它更换电池了。现在呢，我们可以用它来简单的制作成蓝牙音响。它只是电池不耐用了，我们要直接把它扔掉的话，有点太可惜。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是一个废物再利用。首先，我们把它。之后我们就开始，如果想长时间用的话，也可以一直给它充上电，把它的充电器给它插上面就可以了。我们打开手机的蓝牙，连上蓝牙耳机，
已经连接上，然后我们放个音乐。OK， 声音已经出来了。长时间听可以给蓝牙耳机给它加上充电器，把充电器给它连上就可以了。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简单的接2条线就行了。好了，今天视频就感谢大家观看，如果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可以转发、评论、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给大家分享一下电水壶坏了以后所有故障的维修方法。像电水壶坏了以后呢，无非就3个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电水壶不通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插上电后呢，上面的指示灯亮，它就是不加热；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水烧开了以后呢，上面这开关它不断电，一直加热。像这3种情况呢，电水壶不通电，像这种情况是最多的。遇到电水壶不通电呢，首先呢，我们先检查一下下面这个底座，先看一下内部的这2个金属片有没有塌下去，没有弹上来。如果它没有弹上来的情况下，当我们把电水壶放上的时候，它不能更好的接触到这2个铜圈上面，当然它就不会通电。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发现它们2个有塌下去的，就需要先把这个插销先给它断掉，然后呢，找个东西，牙签之类的东西，把这个金属片给它往上拨一下，给它拨上来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底座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其实呢，大部分的问题呢，就是下面这个耦合器底座有问题了。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呢，先把上面的这3个螺丝给它先拆掉。拆开以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呢，就是耦合器底座。像电水壶不通电，大部分都是它的问题。有的一些呢需要更换，但是有一些情况呢不需要更换也能把它修好。首先呢，咱们先把上面的3个螺丝给它先拆下来，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像这种情况需要怎么维修。耦合器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呢，就是内部的这2个触点没有接触在一起，或者呢是中间氧化比较严重，然后引起的就是电水壶不通电。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呢，看一下这2个点根本都没有挨在一起，是吧？像这种情况，我们需要用个螺丝刀，就这样撬一下这个，让它2个接触在一起。看一下，现在就接触在一起了，这样呢就可以解决耦合器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维修的时候，耦合器没有问题，还是不通电呢，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呢就需要检查一下上面这个开关，开关坏了以后呢，也会出现电水壶不通电。我们先把这个把手拆下来，然后呢就能看到上面的开关。把手这呢就1颗螺丝，有的呢电水壶上面这个地方还有2颗螺丝，有的是没有螺丝。看一下这个上面还有2颗螺丝，然后呢把这盖子给它拿下来。OK， 在这个位置呢还有2个螺丝，把它再拆下来。拆开以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呢就是它的开关。像开关坏了以后呢，大部分呢都是上面的这2个接线的地方烧的比较严重，然后引起的就是内部烧的就开路了。在这边呢看不到内部的触点，一般它坏了以后呢，从外观从这儿就能看出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缝隙这边，它的内部呢也是2个触点。当把这开关打开的时候呢，这2个触点就会接触在一起，从而呢就可以达到这个电水壶就是通电的一个状态。假如开关打开以后呢，这2个触点接触不在一起，就说明这个开关坏了，更换开关就行了。电水壶不通电，它的问题呢一般就会出现在这3种情况。现在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电水壶就是通电指灯亮不加热。其实像这种情况呢，首先先检查一下这个呢就是电水壶的发热管，检查一下发热管上面这2条线有没有松动。如果它们松动了以后呢，给它们处理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没有发现松动，像这种情况大部分呢都是上面这个发热管坏了。如果它坏了以后呢，电水壶就会出现就是上面的指灯亮，然后不加热。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最后一种，就是电水壶烧开水后呢，它这个开关不跳，一直加热。像这种情况呢，还是这个开关的问题。它这个开关坏了以后呢，它分为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打开开关这2条线它也不导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开关给它关闭了以后呢，这2条线它还是导通的状态。像这种情况就说明
开关里边的这2个接触点它是粘连在一起了，分不开了，所以呢它就会始终这2条线是导通的状态。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也是一样啊，更换个开关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所有的故障就这么多，学会以后呢自己在家也可以轻松修好电热壶。今天才发现，原来把膨胀螺丝钉上面这个套管啊，给它反过来安装起来，这样使用的话，它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很多人呢都不知道。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你来看，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膨胀螺丝钉给它把这个帽给它拧起来。平时我们在墙上打孔，遇到空心砖或者是加气砖的时候，我们在拧膨胀螺丝的时候啊，你来看，拧的时候是连轴转，根本把它给拧不牢固，而且特别晃动劲儿比较大。像这种问题怎么办呢？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一个空心砖，你来看，里边是空心的。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你来看，把这个膨胀管给它反过来装。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拧的时候啊，它就会前头这一节膨胀，越膨胀呢，它就固定的越牢固。你如果按照正常的膨胀螺丝钉，这样的话，我们在固定的时候啊，越拧它前头是膨胀的，但是前头啊正好是在空心的地方，没有把它膨胀在墙体上面，所以正常的膨胀螺丝钉是不能使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了。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不能直接来使用，我们需要把它给拆开，做一个简单的调整一下，才可以正常使用。我们先把这管拿出来，然后呢用个钳子，我们来看，先把这上面这4个片儿给它往外掰一下，做一下修整。做完修整以后呢，不管是空心砖还是加气砖，都可以把它固定的非常牢固。成这个样子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给它往里折一下，折成一个就这个样子的形状。我们看，大概修正成这样子就行了。然后呢，我们把它再放到这个膨胀螺丝上面。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些垫儿都给它安装起来，再把这个螺丝给它拧起来。我们这样给它处理完以后呢，我们在拧的时候就更容易膨胀开。我们来看，还是这个孔，我们把它塞到里边，非常松动，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塞进去，用锤子给它撒一撒，撒进去。你看，撒进去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用套筒给它拧紧。你来看，不管怎么拧，它都不会连轴转，而且越拧它越紧。我们来看，拧完以后，你来看这个效果非常的牢固，是不是？这方案呢非常好用，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家里有这种废旧的风扇不要扔，我们只需要给它接上2条线，就可以制作成是一个家庭防盗器，非常的好用。不管是家里的废旧电脑还是废旧电磁炉里边这个废旧的风扇，我们只需要把它给拆开，接上2条线，就可以做成是一个家庭防盗器，非常的好用，而且这个制作方法也非常的简单，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这是一个电磁炉上面使用的风扇，我们主要呢就是需要啊上面的一个原件，我们把这风扇给它先拆开，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制作方法。我们看，给它拆开了以后，然后呢在这个里边啊，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原件啊，就是一个霍尔的原件。我们看，接着再把它拆下来，里边的这些所有的原件我们都不需要它，只需要一个就这样的4条腿的小原件就可以了。我们用电烙铁把它拆下来，给它拆下来以后呢，我们只需要接一条线就行了。我们在家里啊找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把这个小头这边给它剪掉，只留下黑色和红色这2条线。把这个霍尔原件带刺的一面朝上，把这条红色的线接在第1角上面，这条黑色的线给它接在第4角上面，就是接在对两边。最主要的就是把这2条线给它接好。然后呢，为了大家看得更加直观一点呢，我可以给它接2个小灯珠。等会儿我们操作的时候啊，大家会看得更直观一些。我们把灯珠的负极接在霍尔原件的第3角上面，然后呢，这个正极给它接在第1角上面。既然是报警器，那么我们在这个灯珠两侧再给它接上一个小喇叭，这样呢，一个报警器就制作好了。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在这边给它插上手机充电头，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我们找一块磁铁来看下效果。你看，当磁铁离开这个霍尔的时候，它就报警。我们可以把它装到门框上面，然后把这块磁铁安装到门上面。当家里的门没有人的时候啊，突然打开了，它就会报警。你来看，非常好用，是不是？把这方法呢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家里的电风扇像出现这种转速非常慢、转不动的时候，像这种情况，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电机给扔了。如果把它扔了的情况下，就非常的可惜了。今天我教大家一招，只需要简单的给它处理一下。这个电机修复好以后呢，接着再用个1-2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需要用的工具呢也非常简单，就需要用一个螺丝刀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首先第一步先把这个电机给它拆开，这上面就这4条螺丝。像这个电风扇用个1-2年之后，这个电机啊一般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转不动了，转得非常沉。像这种情况啊，一般的都是这个电机内部的问题啊。其实呢，也并不是说这个电机坏了，像这种情况它并不坏的，我们只需要给它处理一下就可以接着再使用。首先我们把这个螺丝拆完以后，我们就把这盖子给它打开。打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稍微慢一点，然后我们先把这些都给它分离开。电机出现这种转不动或者转速慢，像这种情况呢，并不是说上面这个轴有问题或者是套有问题了，其实它真正的原因呢，就是说这个轴套上面严重缺油引起的。缺油之后呢，它就会出现干磨，然后它就阻力会变得非常大，所以它转的话就比较沉，转不动。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那直接在外边点点油就可以了，就是在外面给它加点油。其实啊，在外边加油是不行的，因为在外边加油啊，只能加一点油，加的油比较少，所以有时候啊，加完油之后用个1-2个小时，或者是用个1-2天，这个油消耗干以后，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接着又会出现就是转不动。我们要是想从根本解决问题，就需要把这个电机拆开。拆开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电机啊，它是有2个轴套的，然后前边一个。这个后壳上面还有一个，它是有2个轴套。我们加油的方式呢，并不是说在这个轴上面加油，轴上加油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加对位置，加油的位置很重要，然后需要加什么油更重要。我们看这个轴套，这个上面是有，我们看一下，这个铁的就是一个轴套，然后在这个轴套这个边上，我们看一下这个盖子，这样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看看这个就是个轴套，然后这个轴套周围呢可以看到有一点这个白色的东西，这个白色的东西呢，它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棉花一样的这种东西。其实呢，它里边呢是有作用的，它是可以储存润滑油的。我们把油加的时候呢，一定要加在这些地方，让这些油呢都储存在这个位置。当这个轴套在上面转动的时候，就会发热，然后这个油呢就会经过这个轴套，然后流到这个轴上面，起到个润滑的作用。其实这个轴套它是有很多微小的小孔的，这些油呢就可以通过小孔，然后流到轴套上面。知道怎么加油以后呢，然后这个需要用什么油，其实更重要。在加油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轴呢，我们给它清理干净，把上面这些污渍给它都清理干净。前边这边还有后边也一样，清理干净之后我们再加油。我一直用的都是这种缝纫机油，其实这种油它比较稀，它这个浓度低，浓度越低对这个效果更好。电机自带的它这个润滑油一般都是这种浓度低的。我们加油的时候呢，就把它加在这个轴套上面，这一圈我们可以给它稍微多来一点。包括后边这个盖子这儿也是一样，这儿也给它多来一点。一定呢要把这个油加在这个吸油棉上面，让它都储存在这一块。加完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电机等把它装起来，装起来之后还需要进行下一步的简单操作。然后呢我们慢慢的把这个钉子给它装回去，后边这个盖子给它扣上。拧好螺丝以后，最后呢我们用这个油呢在前面轴套给它再注点油，然后后边的轴套一样也注点油。注好油之后，我们前后使劲的多拉几次这个轴承，然后再转动几下，看一下这个转的非常的轻松，是吧？看一下非常轻。经过这样修复好的电机，再用个1-2年是完全没问题的。然后呢我们通上电来试一下，看电机能不能启动起来。打开开关，看一下完全没问题，是吧？直接转起来了。像这些报废的电饭锅里面都有一块非常神奇的磁铁，因为它比较特殊，所以呀，在生活当中非常的有用。有很多人呢都不知道，就是这个东西。我们来看，用个铁的东西，它是根本不吸的，因为这块特殊的磁铁啊，它就在这个里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好用。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给它拆开，因为不拆开，
这个东西是没办法使用的。你看它是不吸的，没有磁性。我们来看，把它拆开，让大家来看一下。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这个功能呢非常的实用，在生活当中。我们看，把它拆开了以后，接下来我们看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它拽下来，都给它去掉。然后呢，我们接着再拆这块磁铁，非常的特殊，它和其他的普通磁铁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人都没有见到过。我们看啊，把它拆出来，它可不是普通的磁铁啊，给它拆下来，然后我们来做个实验，大家就明白了。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把它先吸在这个螺丝刀上面，接下来呢，我们给它先加下热，大家就明白了。像普通的磁铁，如果给它加热到100度以后啊，它的磁性就会消失了，永远都没有了，不会恢复磁性。而这块磁铁它的不一样之处呢，就是当给它温度加到103度以后啊，它的磁性也会同样消失。但是呢，等温度下降了以后，它的磁性会慢慢的恢复，这个就是它的特别之处。我们呢主要就是用这个功能进行2次来利用。你看磁性消失了是吧？但是呢已经摔成2半了，摔坏也没问题啊。我们用个螺丝刀再来测试，你来看，根本不吸螺丝刀了，是不是？我们先让它冷却一会儿，然后再来看。当它凉了以后呢，你来看磁性就恢复了，是不是？我们可以利用它这个功能啊，制作一个温控开关，非常的好用，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这个报废的电水壶里面啊，最值钱的宝贝就是中间的这个耦合器。你如果把它当废品卖的话，在他们的眼里啊，最多这边这条铜啊能值个2毛钱。但是呢，我给大家分享这个方法呢，我们把它拆下来以后，给它拆开用，它的使用价值啊立马翻倍。而且这个使用价值呢，它不单单是2毛钱、2块钱、20块钱的问题了，非常好用，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把中间这个耦合器给它拆下来。卖之前呢，一定要记得把这个东西拆下来啊，我们不要卖这个东西。拆下来以后呢，我们给它先拆开用，给大家分享一下，看一下这个方法到底啊有多好用。我们来看，我们看拆开了以后，接下来呢，我们接着再拆，用个偏口钳子，这个东西其实是比较好拆的。你看，这个黑色的塑料很脆，这样轻轻的一抠就把它抠开了。我们看。抠开了以后，然后呢，我们需要的东西呢，就是上面的这2个铜圈。我们先用这个大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把上面这些东西给它先剪掉。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啊，在生活当中其实它的用处是比较多的。然后呢，我们用张砂纸把这个面给它打磨一下，还有侧面也打磨一下。像这个大圈和这种小圈都有用，它的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看，就这样打磨一下，要给它先打磨光滑了。给它打磨完以后啊，你看它是铜的，非常的光滑，也不容易生锈。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你来看，像家里的一些拖把或者铁锹，这个板容易开裂。裂了以后呢，我们如果用铁丝绑的话，铁丝时间长了容易生锈，而且铁丝头也容易挂到手。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啊，非常美观，而且它也不生锈。刀片先给它先弄细一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烫上了。接下来用个锤子给它砸一砸，砸紧了。你来看一下，比铁丝绑的效果要好得多，是不是？而且也非常的好用。这个方法呢，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
活口扳手在它的手柄位置都有一个这样的小圆孔，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小圆孔是做什么用的，就连五金店的老板都不一定知道，他们只认为这个小圆孔只是单单用来挂东西的。其实呢，它还有3个隐藏的功能，这是一个有趣的冷门知识，很多人呢都不知道，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也非常的好用。它的第一个功能呢就是我们来看，平时我们在家里，假如我们需要窝这样的钢筋用钳子窝是窝不了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圆孔来给它窝。你来看，这样给它套上去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来折弯了。不管是折死弯还是折这种活弯，都可以很轻松的把它给折弯。你来看，非常好用是吧？它不仅可以折钢筋，而且像这种铜管或者是铁管也可以用它来折。你来看也可以窝弯。你看，不管是窝死弯还是窝个活弯都是可以的。我们来看，这样窝的话，这个铜管也不会把它给窝扁。这是它的第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它的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平时我们用这种内六角扳手拧螺丝的时候，你来看，因为这个扳手手柄比较短，然后我们在拧的时候呢，你看用这么大的力把它也扳不动，是吧？你看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了。我们把这个孔给它套上去以后，这样我们再来拧的时候就会非常的省力。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个杠杆的作用，你来看很轻松就拧动了，是不是？我们不管是拆螺丝还是拧螺丝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我们再来看一下拆，你看也是很轻松，是不是？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个杠杆的作用这个呢就是它的第二个妙用。它的第三个妙用呢就是你来看一下，像我们在家里平时需要砸个核桃或者砸个其他的硬果的时候因为我们如果放到这边用锤子砸的话，砸不准了以后呢，就很容易砸到手。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核桃你来看，放到这个孔上面，它也不来回跑，是不是？不管是大孔还是小孔都没问题，都可以把它放上。放上去以后呢，我们再来砸的时候，你来看，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给砸坏了，是不是？再也不会砸到手了。这方法呢非常好用，是不是？这个呢就是它3个非常有趣的功能，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老电工师傅们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接软电线的方法了。一看这种方法呢，就是新手，而且呢永远出不了师，带不了徒弟。那么正确的接线方法呢，就算是再牛的老电工，再挑剔的老电工，他也挑不出来毛病。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这个接线的方法。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线给它拨出线头，先拨的稍微长一点。我们看，把这个拨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一节也给它先拨出线头，都拨长一些。拨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线从中间的位置给它先分开，分成两边一样多，然后呢，我们给它拧一下，给它先分成2股，给它拧一下。你看，就这样把它拧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另外这条线也是一样，从中间给它分开，分成一样多，分好了以后还是一样，都给它拧一下。学会这个接线方法以后就可以出师带徒弟了。你看，就这样给它分成2股以后，然后呢，把它这样重叠在一起。接下来，在它的2/3处，就这个位置，再来给它拧一下，把这2根给它紧密的拧在一起。然后呢，接下来把旁边的这个位置，这边呢也是2/3的位置，给它拧一下。很多有经验的老师傅都使用这个方法接电线，不需要烫锡，它也不会发热。然后呢，把它再分开，分开以后，接下来我们把它这样开始拧，右侧这个顺时针给它拧在右侧这条线上面，一圈一圈的紧密的都给它缠绕在这个主线上面。这种接线方法呢，不容易续接，不容易发热，无论怎么用它都没有问题，不会发热。所以说使用的时候也是非常安全的。你看，把所有的线都给它紧密的接上去以后呢，就这样子的，非常牢固，而且永远不会发热。学会这个方法以后你就可以出去带徒弟了。